在上一期，我们回顾了人工智能的三波发展浪潮，其中提到了在数字统计浪潮当中，大数据技术和应用的崛起。今天，我们将聚焦于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探讨它们和人工智能之间的紧密联系。那么，物联网究竟是什么？多大的数据量才能被称为是大数据？云计算又是为什么要在云上计算呢？这些领域是否各自独立？它们与人工智能之间又是有着怎样的关联呢？这一期让我们一起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物联网也称为 IoT， 它是万物互联的概念。简单的来说，就是通过互联网将各种设备、传感器还有电子仪器连接起来，实现数据的实时采集和交互。比如说你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就可以在手机的软件里面调节家里空调的温度。你的智能手表当中的健康监测数据也可以分享给家庭医生。你出差了几个月，也可以远程的问候和投食家里的猫。此外，在农场里面，湿度传感器自动收集的数据会实时的传到数据中心，让无人机出门浇水。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通过物联网实现互联互通。物联网的核心在于数据收集，它为人工智能提供了海量的实时数据来源。没有物联网 ，AI 就像缺少了感官，没有办法感知现实世界的变化。物联网这个概念是由英国的科技爱好者 Kevin Cashton 提出的。1997年的时候，宝洁旗下的品牌推出了一款在市场上热卖的口红。当时，身为助理品牌经理的 Kevin 发现，这款口红虽然大受好评，但是在柜台上老是缺货。即便是库存的管理人员告诉他，这个库存其实都在仓库里面，Kevin 仍然难以在店面当中找到这款热销的口红。他觉得应该将前端的货品的销售信息实时地传递到后台，从而更方便快捷地解决货架与库存不匹配的问题，及时地更新货架。于是他就投入到了商品库存管理的研究当中。不过他当时的想法是要给每个口红包装里都加一个微晶片，追踪每一支口红的位置。Oh no！我想要代表全世界女性同胞在这里插一句，我们真的不太喜欢这个想法。你居然要在我们口红里面加微晶片，还要追踪每支口红的位置。但是事实上，他的这个想法让宝洁公司眼睛一亮。Oh my god！ 甚至是资助他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去成立一个 Auto ID Center 自动识别中心，开启了一种透过无线电讯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相关数据技术的研究。这也是后来大量运用在制造、零售、安全管控等领域的 RFID 技术。我们现在用的很多的门禁卡就是用的 RFID。那同时，它也因为创造了物联网这个词语而闻名。这个词语现在被用来描述互联网通过无处不在的传感器连接到物理世界的系统。物联网连接的仪器千千万万，例如智能医疗、智能家居、智能生活、环境监测、能源管理、智能运输系统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物联网装饰也是比比皆是。例如家中的路由器、智能电视、智能灯泡、网络摄影机、智能门锁、智能冷气等等。我们的个人装置包括手提电脑、智能电话、智能手表等，也是物联网的一部分。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庞大的数据生成。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道称，数据时代我们每天产生的关键数据包括以下：每天我们都发出了5亿条的推特，发送了2940亿封邮件，在脸书上新创建4拍字节的数据。每辆联网的汽车都会创造出4态字节的数据，在 WhatsApp 上每天发送出650亿条信息，以及你我都会每天制造出50亿次搜索。这则2019年的报道
预测说到2025年，全球每天预计会有463爱字节数据产生，相当于每天产出2.12亿张 DVD 碟。这就促生了对大数据技术的需求。大数据也称为巨量资料，它的定义随着时代有所变化。在90年代时候，我们觉得1GB 的数据单位就非常大，而现在，即便是 TB 和 EB 也非常常见。这里 GB 代表的是10^9次方的字节数，而 TB 是10^12次方的字节数，是1GB 的1000倍。在一份2001年的研究和相关的演讲当中，高德纳的分析员道格莱尼指出，大数据的挑战和机遇有3个方向，俗称3V 定义。这3个 V 当中，第一个 V 是指的 volume， 也就是量，它代表的是数据的大小。大数据的数据规模非常巨大，通常是以 TB、PB 或者是 EB 为单位。第二个 V 指的是 velocity， 也就是速度，它代表了数据输入输出时候的速度。数据是以极快的速度生成和流动，例如每时每分每秒当中生成的社交媒体的数据，还有传感器时时刻刻收集的信号数据等等。第三个 V 指的是 variety， 也就是多变性和多样性，它代表了数据来源的多种多样。它其中包括了结构化的数据、半结构化的数据，还有非结构化的数据。其中结构化的数据，我们常见的就有，比如说图书馆、公司还有政府，他们拥有自己的数据库。半结构化的数据就比较常见的是我们上网用到的这个网络当中有这个 XML 还有 JSON 的文件。那非结构化的数据就更常见了，就比如说我每天打字用的这些Word 文件，还有包括拍照片生成的图像，还有音频和视频的文件。现在的许多大数据的公司都继续使用这种3V 的方法来描述大数据，但也有一些新兴的机构提出了添加另外2个 V， 一个是数据的价值 value。他们认为数据当中蕴含的价值可能分散和稀疏，需要通过分析挖掘才能够发现其中的价值。还有一个是数据的真实性 veracity， 数据的质量还有可靠性可能参差不齐，他们认为这些数据就是需要进行清洗和验证。这个5个特点合并起来被称为大数据的5V 特征。为了处理和分析大数据，通常需要一系列的技术和工具。这个过程包括了数据收集、存储、处理、分析，还有可视化。它们也催生了各种数据库技术、大数据分布式计算框架、数据挖掘，还有数据可视化工具的诞生。这些海量数据快速的增长，往往超出了一台普通电脑的负荷。这时候就需要用到云计算技术。云计算是一种通过互联网提供计算资源的服务模式。这些计算资源当中包括了服务器、存储器、数据库、网络和软件等。用户不需要拥有本地硬件或基础设施，只需要按照自己的需求使用云服务提供商提供的资源，并按使用量付费。这个感觉有点像是你用网吧的电脑打游戏，因为网吧的电脑性能更好，于是你就租用了他的电脑，按时按量付费。云计算就是这样，让用户无需拥有强大的本地硬件，就能够完成复杂的计算任务。云计算的核心特点是资源共享、弹性扩展和按需服务。对于 AI 来说，云计算提供了强大的算力支持，无论是训练深度学习模型，还是运行复杂的 AI 应用，云计算都提供了高效灵活的计算资源。可以说，云计算是 AI 的超级外挂大脑，它能够让 AI 能够快速地处理海量的数据，并做出决策。从经济角度来看，云计算服务无疑是一块巨大的蛋糕，它吸引了众多科技巨头早早布局。
IT 的咨询公司高德纳以其热衷于发布各类排行榜而闻名，他们为全球云计算公司列出了这一份权威榜单。在这份榜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亚马逊、微软还有谷歌，他们3家科技巨头位居前3，紧随其后的就是 IBM 的 Cloud， 还有甲骨文公司。这家老牌的科技公司 Oracle 不仅以它的技术实力著称，还因为它的政治倾向备受关注。最近，甲骨文公司还参加了备受瞩目的星际之门项目，进一步巩固了它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此外，还有华为云、阿里云、DigitalOcean、腾讯云以及 Zstack、云轴科技等公司，展现了全球云计算市场的多元化的竞争格局。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的云计算公司，在这儿，它也不甘示弱。法国的 OVH Cloud 作为欧洲代表跻身其中。而在这份榜单当中，这家 Lumen 公司也是非常的引人注目。这家光纤巨头在人工智能浪潮当中愈发显得重要和稀缺。去年 Lumen 和微软达成了一项重要的合作协议，进一步凸显了它在云计算和 AI 基础设施领域的战略价值。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 Lumen 的资源还有网络能力正在成为行业当中的关键一环。无论是科技巨头还是新兴玩家，云计算市场的竞争正愈演愈烈，而这场蛋糕争夺战才刚刚开始。就这样，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紧密的相连，形成了一个系统。物联网负责采集数据，为 AI 提供输入；大数据为 AI 提供学习和优化的基础；云计算为 AI 提供强大的计算能力，支持它高效的运行。它们协同合作，组成了智能工厂或者是智慧城市的一部分。说起智慧城市，让我想起了2017年6月的时候，谷歌的 Sidewalk Labs 和加拿大多伦多政府合作开发智慧城市的项目。当时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出面宣布了这个项目。由于人们对于大数据、智慧城市、云服务这些技术应用到城市规划当中以后，在生活逐渐数字化管理之后，不知道未来的生活会变得怎么样。很多人对于智慧城市的态度是截然不同、褒贬不一的，就像现在大家对待人工智能的态度是相似的。后来在疫情的影响之下，谷歌考虑到了投资回报比，于是就砍掉了这个项目，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新闻。虽然这个项目运营了3年后流产了，但我觉得这并不会阻碍人类社会向工业4.0方向的发展。工业4.0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在2011年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的。众所周知，蒸汽机带动了第一次的工业革命，从此工厂制造代替了手工的制造；电气化带动了第2次工业革命，电气动力带来了自动化的生产；信息技术带来的是第3次的工业革命 ，IT 产业带动了数字化的生产。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第4次工业革命的进程当中。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我看的这些科技新闻突然都跑去了时政板块里了。比如上个礼拜的新闻当中就有说，欧盟投了2000亿欧元用于 AI 竞赛，可能大家都非常希望获得这一波的科技红利，获得先发的优势。从好的方面来看，就是人类社会想要有所突破，进阶到下一个阶段。我个人觉得的话，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因为它带来了很多的混沌和不确定，也同时带来了很多的新突破和新机遇。但我不太明白的是，现在全世界的失业率是上升当中，为什么还要大家都努着劲搞工业革命，提高生产率？这样不是从总体上来说，还是让机器替代了更多的人类的工作，更加剧了这个问题吗？你对这些现象是有怎样的看法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